女孩只是喝了一杯酒，不料第二天醒来后发现自己居然衣衫不整，裤子也没穿，而且下体疼痛，这让她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于是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派出所，告诉警察自己可能被强奸了。可当被详细询问时，她竟称什么也不记得了。随后莎拉就被送到了协和医院，但她只记得昨晚在一个老头的生日宴上做调酒时，有一个年轻人来搭讪，其余的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接着警察也明确告诉他，确实检出了男性体液和擦伤，这代表莎拉真的被强奸了。而事后警探们分析，昨晚过生日的老头是百货公司老板，都70多岁了，不太可能是他。可也有人反对，称老头人老心不老，换女友跟走马灯似的。现在这个都是第4任了，那既然这样，本森只是去他公司调查，但当看过莎拉的照片后，老头称不记得了。见状，警察又问有没有年轻男人在场，不料老头立马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自己的孙子，可也相信不会是他。然而警察是必须和他谈谈的。结果孙子永强一眼就认出了莎拉，并在得知他被性侵后，也承认了俩人确实发生过关系，可那是双方自愿的。而这时警察收到了一条消息，立马决定将永强带回派出所。原来是莎拉体内检出了迷药成分，可永强也不知道哪来的，声称当时莎拉也不像嗑药的样子，我俩喝了几杯酒后就一起参观了我的卧室，然后就亲热上了。但警察要明确知道莎拉是否同意了。 Yeah, she did. She said the word? Seriously. 这可把永强整无语了，这种事都是默认的，哪会有傻子一问一答的？而就在这时，永强的父亲闻讯赶到了，强行终止了审讯，将儿子带走了。因此审问得出的信息只有永强承认发生过关系，但否认用药。据此，警察来搜查了永强的卧室，结果很快就在包包里找到了迷药，这下可是证据确凿了。然后警方就让莎拉指认，而当看到永强后，莎拉果然记起来，在派对上搭讪的就是他。接着警察也就告诉他，永强已承认和你发生了关系，但说是自愿的。可莎拉不记得了，她想起这件事就头疼。不料警察又扔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Sarah, the lab results came back, and it showed 2 separate semen samples. 2 samples. Are you saying that 2 men raped? 警察就是这个意思，这简直是雪上加霜。莎拉一时难以接受，而对警方来说，就是尽快找出第2个罪犯了。可永强否认是和别人一起的，律师也帮他开脱。然而警察已经在他卧室找到了迷药，所以永强的自愿说法靠不住，想走是不可能了，最好老实交代。但永强声称我俩完事后我就睡了，不知道后来的事。等第2天醒来，莎拉已经不在了。警察当然不信，可不管怎么审，永强都是不知道。而就在这时 ，DNA 检测的最终报告出来了，一份是永强的，而另一份就有意思了，居然和他有血缘关系。 Another Hendrix? Which of Eric's male relatives was at the party? 2 that we know of. Grandfather Lawrence, the king of Avalon. He's pushing 80. But has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erial philanderer. And Eric's father, who shut down the first interrogation of his son. 这不由得让人怀疑父亲那么做是在自保。于是警察立马兵分2路，一队来提取了父亲的 DNA 样本，另一队则来找上了爷爷。哪知面对 DNA 取证的要求，他突然松口承认了和莎拉上过床，语气轻描淡写的，仿佛只是买了瓶酱油，甚至厚颜无耻的辩解，成功男人总会吸引女人，但法律可不是这么规定的。警察立即将他带走了，然后又让莎拉回想，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可能慢慢恢复。接着让他看了一张照片，是永强和他在搭讪，而这果然刺激了莎拉，她终于记起来了，和永强真是自愿的。 但也坚称第2个绝不可能是你情我愿。随后，警察又出示了第2犯人的照片，而这一看，莎拉简直难以置信。No, that has to be a mistake. There's no way that I would have slept with him. 可事实是，老头已经承认了，并且 DNA 也匹配上了，这可把莎拉恶心的够呛，怎么也不会想到被糟老头子睡了。Do you remember having a drink with him? Do you remember talking to him? No, he has to be the one who drugged me. But you said you found the drugs in Eric's room. It may have been planted. By his own grandfather? We don't know. There is a way that you can help us. 而帮忙的方法就是诱捕。随后，莎拉穿戴好窃听器，故意将爷爷给约了出来。不料老头上来就想用金钱封口，可莎拉要的不是这些，而是要诱导他认罪。结果老头傲慢过头了，几乎脱口承认了性侵，但女儿却发觉了不对劲，立即就要带他走。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已将他包围，随后便逮捕了老头。然而想要让他认罪却是千难万难，因为律师立即质疑萨拉是否有嗑药史还没查清，同时她还是个随意的女人。依据就是萨拉第一次见到永强就和他上床了，所以一切都可能是萨拉的责任。对此警察还真无法辩驳，只能老老实实先放人了。不过当检察官听了律师的诡辩后，他却不当一回事，自称有绝对把握打赢这场官司。可谁知就在这时，检察官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女儿将老头鉴定成了老年痴呆，这一看就是故意的。他想借病来逃避惩罚，可检察官是不会让他得逞的。接着在开庭后，他首先播放了那天的诱捕录像。虽然萨拉还是没记起来，但是视频里老头已经承认了，他一直想收买我，一直在找借口，足以证明他强奸了我。而最后检察官提问老头说话是否连贯，对此萨拉予以了确认，虽然可恶但很理智，说话也很流畅。不料律师却抓住了萨拉的话头，故意问他对老头的观感。It was sick. Sick.
哪知这正中律师下怀，这不正好证明老头有病吗？接着就轮到爷爷接受质询了，哪知律师竟抛出了离谱的时空错位辩护。老头始终认为自己活在1975年，那个年代的社交规则与现在不同。Those pills are just thigh openers. Everybody uses them, no big deal. Even if the women don't know. How could they not know? If they're coming to party, they know what to expect. And there's a young woman who's accusing you of rape.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her. And she says you drugged her without her knowledge. After she had sex with Eric, she was already partying. They came out of his bedroom. I had a drink with them. Eric went to sleep, and then it was my turn. And you see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Why should I? 显然老头就是在装疯卖傻，不过检方却敏锐地察觉了一个问题，然后又来找了永强，直言你撒谎了，你明明和莎拉完事后又和你爷爷喝了，可当时你并没有承认，所以这就是个突破点。检察官希望永强指证爷爷，警察也在一旁规劝，但永强怎可能害爷爷？不料父亲却看不下去了，竟斥责你爷爷不是什么好人，结果却把永强惹怒了，大骂你和我妈都是废物。 What'd you just say? Just telling you what Grandpa told me. That my mom was a party girl. 这下可把父亲气得不轻，要不是警察在场，他都要掐死这个混小子了。但最终永强也不愿出卖爷爷，对此警察也拿他没了办法，不知接下来怎么办了。谁知这时父亲突然开口了，声称我可以帮忙，将老头送进监狱。这又是啥情况呢？随后他们再次找上了永强，先警告他对警方撒谎是妨碍司法，然后再由父亲出面说服你爷爷不值得保护。 What did he ever do to you? He didn't do it to me. He did it to your mother. Mom, you've been divorced forever. You never even see her, and he did something to Mom? Your mother was just pregnant with you. She was beautiful, radiant. Your grandfather had a party at the penthouse. I got called away. Emergency at the office. Your grandfather gave your mother a drink. No. A special drink. No. Your mother and I never got over it. That's why we were divorced. 意思就是爷爷强奸过他的母亲呗。 That's who your grandfather is. 这让永强怎么接受得了？可看众人的表情，好似早就料到了。看来这事是真的了。就这样，永强坐上了证人席，指证是爷爷给了莎拉那杯特别的酒，并作证其实他没有痴呆症。结果老头顿时急眼了，大骂永强跟父亲一样软弱。我是在向你展示怎么做一个男人，而他的这番举动已经不用再辩护了，谁都看得出来老头败局已定。果然，最终他被判强奸罪成立，以后要在牢房里度过余生了。